大福晋，我们的人传话进来，说是并未见过任何人进二阿哥府邸。东哥在说谎，他为什么要谎称去代善那儿了？他出去究竟想做什么？东哥格格声称要去二阿哥那儿，这并不奇怪。大家都知道他俩的关系好，即使没走成，被揭穿了，也可以说是闹着玩糊弄过去，没人会质疑他为何要去。我们之前想的方向，也许都错了。会不会，他根本就不是为了去那儿，而是为了离开那儿？东哥格格被阿如那撞见，却依旧头也不回地出了府。这城里真有他非去不可的地方吗？没有。东哥格格千方百计，怕是为了逃离贝勒府。你先按照东哥的计划，该什么时候禀报就去禀报吧。别的事情我来处理。好。这东哥要是真的逃跑了，那倒是件好事情。是啊，这不正是福晋想要的吗？话虽如此，可纸包不住火。东哥逃跑的事情，贝勒爷迟早会知道的。贝勒爷事务繁忙，对东哥也很少召见。那我们就帮帮他，能包多久就包多久。若是真能瞒个10天半个月的，他也早就跑远了。贝勒爷就算想找，也没那么容易。你说的是不错，不过我唯一担心的是，等爷知道的那天，必定雷霆大怒，肯定要彻查究竟是谁放了东哥。这侍卫那里，侍卫轮班都有记录，您只需在贝勒爷知道前，把这几个侍卫偷偷处理掉。大福晋从头到尾对此事毫不知情，就算贝勒爷发再大的火，也烧不到您那儿啊。要不是我碰巧过来，都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此番前来，就是想跟2位兄长商量一下对策。我真的没想到，东哥他竟然一句话没留，便不辞而别了。当务之急是要在阿玛发现之前找回东哥。这件事情要是被阿玛知道的话，可就麻烦了。东哥被抓回来，肯定会有罪首。眼下我们必须赶紧找到他，将他带回来。我敢断言，东哥他一定是连夜出城了。我们3个立刻分头去找他，不过千万不能惊动阿玛。那还等什么？大哥，找是一定要找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商量好对策，万一阿玛问起，我们也好应对。撤！吁！东哥！东哥！东哥！撤！
你怎么能对我不辞而别呢？我没有不辞而别，我给你留的信呢。信？我没有看到什么信啊。哎，算了，应该是葛代还没有来得及给你。我只想问你，这次你为什么要如此坚决地离开我？为什么不走？难道让我留在你阿玛身边，我为鱼肉，任人宰割吗？我只问你，你能给我幸福吗？能，我当然能。我只需要你给我时间。又是时间。戴珊，除非你愿意跟我一起走，不然，你若真的爱我，就请让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东哥，你说的这一切我都明白，我一直在努力，我更希望跟你名正言顺的在一起。如何名正言顺？我可是你阿玛的未婚妻啊！你呢？你不过是你阿玛的乖儿子。今日就当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，保重。东哥，我带你走。只不过这次你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。我要先把你藏到一个地方。贝勒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府内暗卫来报说，今天一早，八阿哥和大阿哥先后造访了二阿哥府，他们在议事厅密谈，还支走了所有的奴才。可知道他们谈什么吗？三位阿哥武艺非凡，暗卫也不敢贸然窃听。不过，三位阿哥密谈之后，就匆匆出府而去了。他们去哪儿了？他们并没有结伴而行，也没有带任何奴才，而是各走各的，但都出了城。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吗？暂时没有。让他们继续盯着，有什么情况再来禀报。是。能够让他们三个人共同奔走的，只有一个。东哥哥哥。撤！戴珊，戴珊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东哥找到没有？没有，你找不到他的。什么意思？他已经离开了。你要去哪儿？东哥在哪儿？你知道对不对？我必须带他离开这儿，请你让开。告诉我，东哥在哪儿？我告诉你，东哥他过得不开心，他想要离开这儿，赶快让开！东哥跟着你就会开心吗？好，既然这样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带他走。大哥，你这么做是胡搅蛮缠，你赶快让开！你赶快让开！就胡搅蛮缠了，怎么了？告诉我，东哥在哪儿？大哥，二哥，有东哥消息了吗？
八弟，你来的正好。你二哥他肯定知道东哥在哪儿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东哥过得不开心，他必须离开这儿，有错吗？东哥跟着你就会开心吗？丹山，我告诉你，东哥他自始至终就是我的人，把他带走，你想都别想。大哥，再这样下去，东哥就有危险了。说，你家格格呢？若是有半句假话，立刻拖出去打死。格格他葛代，这可关系到你的小命，想好了再说。回贝勒爷大夫进的话，格格他不在府里。废话，他要是在，我还用问你呀？他到底去哪儿了？格格因为孟谷附近的事总是郁郁寡欢，所以出城散心去了。什么？东哥格格居然不跟爷知会一声就擅自出城了？不会吧？你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奴才自己不小心。是格格想偷溜出城，奴才怕爷知道了会生气，所以劝格格和爷说一声。格格嫌奴才多嘴，所以才……格格平日里待你像亲妹妹一样，怎么舍得对你动手呢？格格不是故意的，爷，格格真的只是出城散心。等格格回来了，还求爷千万不要怪罪格格，都是奴才不好，要打要罚就罚奴才吧。奴才怕爷生气，所以未敢前去禀报，只和八阿哥说了此事。这么说，你家格格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？是啊，格格只是出城散心，当然会回来了。爷是担心格格并不是去散心，而是逃跑。不会的，爷，你对格格那么好，她怎么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呢？他敢！他要是真跑了，天涯海角我也得给他抓回来。哎呀，这东哥格格要是自己逃跑了也就罢了，这听说呀，大阿哥为他简直就发了疯，带着府兵都出城了，而这二阿哥呢，倒是沉得住气。平日里，我倒是听说，他跟二阿哥的关系是最亲厚的，怎么事情一发生，大阿哥倒是急成这样，而二阿哥毫无所动呢？爷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大福晋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，这一个弱女子怎么跑得那么快？莫非是背后有人暗中相助？看大哥的样子，他倒不像是知情的。可二阿哥，阿克敦在。去请二阿哥过来。是。爷，求您明察，格格真的是心情不好，只是出城走走，和二阿哥没有任何关系。报！回贝勒爷，城外没有发现东哥格格的身影，但是我们在河边发现了这双鞋。这是格格的鞋子。鞋子是我们从河里捞出来的，我们怀疑东哥格格可能已经溺水了。不可能！哎呦，这可了不得了！这东哥格格不会是一时想不开跳河自尽了吧？不会的，格格福大命大，不可能！哭什么哭？东哥能投河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格格，阿克敦在，跟我去河边看看。是。姑娘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房间了。我
我喜欢清静，没事不要来打扰我。是是是，那您先歇着。皇太极，你怎么知道？戴上告诉你的？二哥之前的确找到你了吧？他把你放走，大哥才会这么生气的。河边那鞋子也是二哥给你放置的，是想让人以为你溺了水。你都猜到了，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二哥思虑周全，一定担心阿玛发现你逃跑的事儿。要真被发现了，阿玛一定会派大队人马出城去找你。你骑术又不好，就算策马狂奔，也一定会被追上。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二哥带着你偷偷潜回赫图阿拉城。阿玛定没有想到，千方百计想要逃跑的你，此刻竟然留在城内。二哥一定还嘱咐你，等风头过了再出城。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。你都知道了，那我问你，你是过来帮我的，还是抓我回去的？我不是来抓你回去的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二哥能想到的，我都能想到，阿玛也一定能想到。到时候，赫图阿拉城就是一个铁桶，你出不去的。而且不管是大哥、二哥还是我，都会被严密监管。只要二哥一找你，阿玛就能抓住你。阿玛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我都清楚。你要是被抓回去了，后果会怎样，我真不敢想象。所以东哥，我求你跟我回去，一定要在阿玛找到你之前，把现在的劣势扭转过来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接下来怎么做？你要听我的。首先把这身衣服换成平常出游的服饰，我让葛代都给你准备好了。然后让阿玛在河边找到你跟我。到时候，你等着！过来！阿玛，你怎么来了？给贝勒爷请安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嫌屋里太闷了，就出来走走。走着走着，就把鞋走到河里去了是吗？我本来是想在河边玩一玩，就把鞋子放在河边了。没想到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吓我一跳，鞋子就不小心弄到河里去了。东哥，东哥，你就是出城散个心，就害得3个阿哥到处找你，你还真是……阿玛，是我担心东哥姐姐一人出城散心会有危险，又不敢惊动阿玛，想着大哥二哥与姐姐相熟，或许能安慰一下，便到二哥府上请他帮忙。此事与东哥姐姐毫无关系，是我一人主张，请阿玛恕罪。行了，你也是关心则乱，起来吧。谢阿玛。东哥的脚湿了，别让他着凉，赶紧把他送回去。走，就。蠢货，居然没有跑出去！贝勒爷可有大怒？有说怎么惩戒他吗？东哥哥哥是被贝勒爷抱回来的。什么？他逃跑，爷居然不追究？这狐狸精，
究竟给爷下了什么迷魂药？不行，这是个绝好的机会，我不能让他几句花言巧语就把爷给糊弄过去了。大福晋，万万不可！为什么？爷岂是那么好糊弄的？不管东哥格格和福晋说什么，格格已经回来，那么真相是什么都不重要了。福晋还记得孟古葬礼上萨满法师说的话吗？爷是不会轻易放弃格格的。那么大福晋此刻若去揭穿此事，不仅不会重创东哥，还会惹来爷的反感，不值当啊！就这么放过这个小贱人，真是不解气啊！格格性情异于常人，我们只需静观其变，也许下次他会惹出更大的祸。日久天长，大福晋何愁没机会动手呢？格格，今天贝勒爷来的时候，奴才真是吓死了。葛太，这次真是难为你了。不过八哥好厉害，我全是按照他吩咐的话说的，贝勒爷果然就没有再追究。你以为贝勒爷真的相信我们说的话吗？他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那幸好有八阿哥，不然格格真的要受苦了。是啊。是谁？是我，皇太极。进来吧。爷，您这是？你下去吧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今日之事，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。怎么了？谢礼拿来啊。好啊，你要什么？你说。怎么，怕我跑了不成？我今晚就睡这里。好。今日，你怪我抛下你吗？我不怪你，我知道你心里有多苦。叹什么气啊？这么轻，你也听得见？房间里这么安静，就算是你心里在叹气，我也听得见。年纪轻轻的，心思倒挺重的。在这世上，我珍惜的唯有你一人。你的一举一动，我当然上心了。这话说的，那到底是我守护你，还是你守护我啊？一个人单方面守护另一个人太累了，我们彼此守护。你不离开我，我绝不舍弃。好。
那我们拉钩。幼稚，承诺是放在心里的，不是搁手上的。我过来，去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就肯定答应你的请求啊？我想不出贝勒爷为何要拒绝。哦，姑姑是我唯一的亲人，她临终前把皇太极托付于我，我必然要护她周全。皇太极可以暂时由你照料，但早晚他会自立门户的。这个我是知道的。等他真的战功卓越，另开府宅，我自然不会拦着。我说的并非这个，倒是你不大方便。我要娶你做我的大福晋，等你成了我的福晋，孕育了我们的孩子，就没有时间再照顾皇太极了。东哥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你仍不肯接受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等什么，我只知道，女人并非只有嫁人这一条路可以走。谢爷应允我照料皇太极，我这就把他接到我的院内。爷公务繁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不管是贝勒爷，还是别人，都对萨满法师的话深信不疑。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知道，额聂是被天降的雷火焚葬的，不宜马上下葬。贝勒爷说，先将姑姑的骨灰安置在这里，3年之后再迁葬。你，我明白，在这里也好啊。额聂就在我附近，当我想到了，还可以过来看看的。你说的对，有我们在这里陪他，他在天上一定不会感到孤单的。可我呢？你，我以后，我已经跟贝勒爷请示过了，往后你会搬到我的院子里，从此以后，你就跟我住在一起，好吗？处理得不错。昨日东哥出城散心，不小心打湿了鞋袜。代善，
在。替我把他交给东哥，嘱咐他每晚要厚厚的涂上一层再睡。是。阿玛，为何要让二弟送去？我正好也想看东哥，不如……这事儿你也要争吗？大山，昨日东哥出城，你怎么不跟着一起啊？要是你在，我想他就不会那么不小心了吧？回阿玛，八弟是担心东哥的安全。我也以为他不会出什么差错，没想到……你不该想不到。阿玛说的是，以后我会多加小心，不让东哥有任何闪失。哼，二弟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吧？就算昨天东哥是你找回来的，大哥此言差矣，什么找不着的？东哥是八弟的表姐，那八弟关心他再正常不过。再者说，就算咱俩不去的话，他也会自己回来的，是吧？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。我也想知道，东哥当真只是出去散心呢，还是想借机逃跑？跑得这么快，不知是不是有人暗中相助啊？不可能！如此默契，真是难得呀。阿玛，东哥最近因为孟古父亲去世的事情，一直郁郁寡欢，出去走走也属正常。那为什么不带奴才去呢？东哥一向是这样的，奴才多了他便心烦。这次他不过是出去散心，阿玛不必多谢。是啊，阿玛，或许是您太过于在意东哥了，所以才起了疑心。啊，我跟大哥还有东哥自小一块长大，我们对东哥的为人再了解不过了，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。不管他是逃跑还是散心都不重要，因为她是我的女人。无论她走到哪里，她的身份永远都不会改变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知不知道方才在阿玛面前失言，这样会害死东哥的？我害他？你口口声声说你也喜欢东哥，可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去求阿玛，让他将东哥许配给你？大哥，我跟东哥之间另有打算。总之他去哪儿，我就跟他一起去哪儿。大哥切记，感情之事不能强求。不能强求？怎么不能强求？天下都可以求来，更何况一个女人？你就是胆小。东哥根本不会喜欢一个胆小懦弱的人。感情用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一时冲动，只会让自己惹上杀身之祸，让东哥陷入困境。我是喜欢东哥，所以我会用我认为对的方式去保护好他。这件事情就不劳烦大哥费心了。你我同是阿玛的儿子，他的骁勇果敢，你怎么一点都没学会？成天磨磨唧唧，像个娘们儿。大哥，你若这么说的话，那我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在大家的眼里，你像极了阿玛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在更多人的眼里，你像极了动怒时的阿玛。东哥不喜欢阿玛，所以东哥也根本不可能喜欢你。
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八弟接你回来的时候，你弄湿了鞋袜，我担心你的脚是不是冻坏了？啊，阿玛，他也给了我一瓶冻疮药，你把它交给葛代，在睡前厚厚的涂上一层，便不会有事了。谢谢。贝勒爷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也许他早就知道这一切，只是不想捅破罢了。我的脚没什么事的，不用太担心。代善，我不走了。那日皇太极找到我，他跟我说，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解释，我们之间不需要太多的言语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误解。东哥，请你相信我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。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是一份纯粹的感情。我想要的是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但是这些，于我来说，都太难拥有了。东哥，虽然你决定不走了，但是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：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与其逃避，不如勇敢面对。代善，我相信你。不错嘛。这也不行。喂！怎么睡着了？刚才还好好说话呢，突然打盹了。谁让你说我写字写得丑啊？我没兴趣看。笑什么呀？喏，你自己看。你这小子！过来！喂，过来！知错了，对不起。站住！对不起啊！站住！不，你给我过来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不玩了！站好！我手绢呢？在这儿呢。来，我给你擦。我自己擦。还生气呢？好了，赶紧来。站好。
这字真的比我丑哎。说什么呢？念来听听。这什么字啊？满汉一家。我知道这个汉字就是指大明国境内的百姓。那满字是什么意思？一家是一家人的意思吗？看你这汉字进步不小啊，谁教你的啊？是巴克什额尔德尼教我的。鄂尔德尼？额尔德尼呢，他懂蒙古文、汉文，知识渊博，阿玛可器重他了。不过他可不是个只会读书的文弱书生，他打仗也很厉害。哎，不过东哥你也挺厉害的，又懂大明的话，还写了一手汉字，这很奇怪。叫做遗憾，别执迷，别纠缠。我站在缘分这端，遥望着爱情彼岸，不寂寞，不孤单。思念才剪不断，惆怅离还乱，被西放一旁。真心一人一半，要用一生浇灌。长路漫漫，要绕多少弯？离合悲欢，聚或散。我多想陪你把谎言看穿，心斗转，不变换。多少期盼，多少感叹。这世间有多少爱被流传？长路漫漫，要绕多少弯？离合悲欢，聚或散。我多想陪你把谎言看穿，心斗转，不变换。多少期盼，多少感叹。这世间有多少爱被流传？最精彩的爱叫做平凡。